杨紫和李现新剧爆火的原因。6年之后，王炸重聚，杨紫李现再次点燃全民追剧狂潮。2024年初，一部名为《国色芳华》的古装大剧悄然上线，没有任何铺天盖地的宣发，没有刻意炒作的话题，却凭借口碑和实力，在短短数周内斩获超高热度。背后隐藏的真正爆点，正是6年后再度携手的亲爱的 CP 杨紫和李现。6年时间，弹指一挥，昔日那个甜到发酷的现男友，如今脱去现代外衣，披上古风长袍，从电竞大神韩商言摇身一变成为风流浪子蒋长阳。而童颜女神杨紫也从邻家女孩蜕变为命途多舛却韧性十足的唐朝商女何为芳。6年磨砺，她们带着各自的成长与蜕变，再次站在了同一条故事线的两端。这一次不再是懵懂甜宠的青涩爱恋，而是命运裹挟下的坎坷情缘。观众屏住呼吸，看着他们在长安街头四目相对，看着他们历经误会、挣扎、救赎与成全。全新的火花，灼热的让人无法移开视线。时代背景铺陈，繁华大唐中的爱恨沉浮。国色芳华的故事从大唐盛世缓缓展开，长安街头车水马龙，丝绸飘扬，花香四溢。何为芳这个普通商贾之女，自小聪慧过人，却因家族巨变被推入一场政治与家族利益交织的联姻。她以为自己嫁入的只是一个门第悬殊的高门，却没想到这场婚姻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婆家的算计，假药的阴谋，母亲的含恨而终，都将她一脚踢入无底深渊。而就在她最无助之时，那个名叫蒋长阳的男子，如夜色中突现的流光，将她重新带回命运的棋局。何为芳的成长之路，从棋子到棋手。何为芳的成长历程，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自我救赎。从联姻之夜红盖头下的不安，到被夫家算计，亲眼看着母亲含恨离世的绝望，她的每一次痛苦挣扎，都像无声的呐喊。她曾是那个被命运推着走，毫无选择的小女子，眼里满是对生活的恐惧与对未来的迷茫。然而，当她毅然决然剪断青丝，脱下凡夫嫁衣，背起包袱走向长安时，她就注定不会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弱者。她在长安街头摊开不薄，靠一双巧手和对香料的独特敏锐嗅觉，逐渐赢得第一笔生意。从最初的商贩到花蒋荣的掌舵人，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无比，但也无比坚定。他学会了识人、懂局、谈判、破局，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只有他始终在命运洪流中站稳脚跟。他的每一次逆袭，都是对旧时代规则的挑战，他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大胆的反击。他的成长不是靠谁拯救，而是靠一颗百折不挠的心，靠无数次深夜里的痛哭，靠对生的渴望与对母亲的承诺。何为芳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更是千千万万个被时代碾压却依然不愿沉默的女性缩影。杨紫演技炸裂，角色与演员的双向奔赴。杨紫对何为芳这个角色的塑造，不是表面化的悲情或单薄的励志，而是深入骨髓的灵魂共振。从最初的小心翼翼、隐忍克制，到中期的倔强不服、咬牙死撑，再到后期的游刃有余、从容淡定，她用眼神、语调、微微颤抖的指尖，把角色的成长轨迹演得清晰可感，让观众仿佛真的与他一同走过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第2集中，母亲去世后，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攥着那瓶害死母亲的假药。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有泪水无声的滚落，那种绝望、悔恨、无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透过他的微表情，一点一点进入观众的心。观众看着他，心也一点一点被刺痛。杨紫没有表演痛苦，她就是痛苦本身。再到她初次在长安立足，面对恶意刁难时，她并没有大声反驳，而是嘴角微微一扬，眼里带着几分倔强的笑意。那笑里有苦，有不甘，更有不肯服输的倔强。杨紫用这种极具层次感的演绎，让何为芳活成了无数女性的情感共鸣点。她不是完美无瑕的女强人，她也会害怕，会痛苦，会质疑自己，但她从不后退。杨紫和何为芳之间
不是演员和角色的单向塑造，而是灵魂的双向奔赴。这种真实而极致的共情力，才是他演技最动人的地方。李现的全新蜕变，从现男友到古风贵公子，李现的蜕变同样令人惊喜。蒋长阳这个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高大英俊的完美男主，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带着几分不讨喜的痞气。初登场时，他是权贵子弟口中的花花公子，是风流成性的浪荡子，是那个喝酒买醉口花花的纨绔公子哥。这样的角色换一个演员很容易演成脸谱化的油腻负心汉，但李现没有，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松弛感给角色披上一层看似无害的外衣，眼角眉梢的轻佻，言语间的玩世不恭，都让人下意识以为他不过是个风流少爷。然而当镜头偶尔捕捉到他眼底的沉思与冷冽，当他站在何为芳身侧，眼神里掠过一丝隐秘的疼惜时，你才发现这个看似浪荡的男人心里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世界。李现用这种反差感赋予蒋长阳强烈的魅力。他不是一开始就正义凛然，他身上有时代赋予的痕迹，有贵族阶层的傲慢与偏见，也有逐渐被何为芳吸引，被他震撼，最终被他改变的成长线。这样的角色才是真实的、立体的，让人爱恨交织却无法忽视的存在。6年后的李现告别了现男友的滤镜，带着成熟男人的沉稳与厚度，以全新的姿态回归。他的眼神有故事，他的台词有重量，他的每一个停顿和呼吸都让蒋长阳这个角色在历史长河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力。精美服化道，极致视觉盛宴。除了角色和剧情，国色芳华另一大看点便是精美考究的服化道。杨紫的每一套服饰都经过上百次调整和筛选，既符合唐代服饰特点，又融入现代审美细节。她的发型从少女时期的俏皮双髻，到创业后的端庄花髻，再到后期的华贵凤冠，每一款都贴合人物心境变化，让观众在细节中感受剧情递进。李现的古装造型更是颠覆以往形象，他时而锦衣华服，风流倜傥，时而一袭素衣，清贵孤傲。每一帧画面都宛如古画般精致典雅，视觉冲击力拉满。时代意义，女性力量的时代回响。在国色芳华的故事里，女性不再是附庸和陪衬，她们是故事的书写者和掌舵人。何为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背后站着无数挣扎在命运夹缝中的女性，她们共同打破枷锁，撕裂偏见，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这部剧讲述的不只是个人奋斗史，更是一部女性群像的时代史诗。每一个角色，每一段故事都在传递一个声音，女性的光芒不止一面。结尾致谢与互动引导，感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进杨紫和李现6年后的重逢故事，走进国色芳华这部荡气回肠的时代史诗。你是否也被他们的成长与蜕变打动？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瞬间？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别忘了点个关注和赞，锁定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